你好，我是设计老兵梦游。2021年啊，新西兰的房价终于涨到了新高。目前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呢都极为短缺，所以有些朋友就着急了，他们来咨询我，他们想在后院用集装箱的方式来建房，问我是否可行。那我这期节目呢，就和朋友们分享2个集装箱项目背后的故事，同时呢回答一下这些朋友的问题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的集装箱项目。Portbatch 呢，中文的意思呢是移动度假屋。Batch， 朋友们不用查字典啊，因为字典上是没有这个单词的。Batch 是新西兰的专有名词，度假屋的意思。那这个项目呢是2位新西兰建筑师设计的，是一款基于20指高柜集装箱改造项目。当年呢，他们筹集了5万纽币啊，相当于大概25万人民币呢，用于这个样品的制造。5万纽币在新西兰是不够打样的所以他们想到了中国啊，也就是想到了我。最后呢，我在中国的杭州啊，把他们这个设计概念变成了样品，运回到了新西兰的惠灵顿。我通过这个项目呢，了解了集装箱项目从设计概念到最后的生产落实的整个流程啊，为我们之后西藏的那个集装箱酒店项目呢打下了基础。我的2位建筑师朋友呢，通过这个项目呢，树立了他们的事务所的品牌。这个项目在当年呢是个小小的网红项目。同样的设计啊，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啊，价格相差是非常大的。集装箱房想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啊，就必须得在中国量产才行。5年之后的2013年呢，我们在西藏获得了一个机会，设计集装箱的移动酒店。去过西藏的朋友知道啊，在西藏风景最美的地方呢，往往是住宿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因为是西藏是世界之巅嘛，高原气候寒冷而且多变，施工难度呢是非常大的。当地政府呢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非常高。如果像传统模式一样去建造酒店呢，代价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想到了集装箱。
希望这两个项目啊，给那些正在想用集装箱建房的朋友们一些思路和灵感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只要花功夫设计啊，像集装箱这样的小空间呢，也能大有作为的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来回答一下最开始那个问题啊，在新西兰后院用集装箱的方式来建房是否可行？那我的回答呢是 yes or no， 不一定啊，因为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，我的回答是 no。如果你集装箱房是一个个体的定制化项目啊，而且是在中国生产的，要满足新西兰这儿的建筑规范啊，并且通过这儿的审批呢，你需要走一个非常繁琐的流程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为了这么一个小房子，你要费尽周折的去走这么一个流程呢，都是不划算的。那第二种可能呢，我的回答是 yes。如果你对集装箱是真爱啊，可以不计时间和不计金钱，那我建议呢，你在新西兰本地找一个建筑公司来为你生产那个集装箱房，这样你就很容易会通过建筑的许可啊。但是你得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。第一，这样的集装箱房呢，不会比你传统用木结构来造房来的省钱。第二呢，因为目前新西兰是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都短缺嘛，你必须还得等。那什么情况下在新西兰用集装箱的方式建房可以做到建造周期短、性价比高呢？只有一种可能啊，那就是你是开发商，你的集装箱模块房呢有一定的规模啊，并且户型呢是要标准化。下面这个视频呢是一个2021年的一个最新报道啊，一家奥克兰的开发商呢从中国进口了集装箱房，用于公寓的搭建，作为解决新西兰目前房屋短缺啊这么一个危机的一种方法。那只要集装箱房上了规模啊，户型标准化，那么中国的工厂和新西兰的开发商呢，他们会推进建筑材料和生产流程的这么一个标准化的认证，从而呢会比较顺利的获得新西兰建设局的重复使用的这个建筑许可。我这儿说的都是新西兰的情况啊，各个国家情况都会有所不同，所以非常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面留言啊，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。我在下期节目啊，会和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房子，是一个 CLT 搭建的一个木屋，可以像宜家一样快速的搭建啊。我是设计师梦游啊，很高兴朋友们来观看这个节目，我们下期见。